大家好，我这集呢，咱拍点嘛呢？咱就说这个网上好些人呐，就这样问我说：“新郎，说我们刚学的，从哪开始入手？”这个问题说真的，我都没法回答了。尤其我这弄不起，这光头条里有25万多粉丝，再加 B 站的。完了之后呢，我说我有必要拍一，叫大伙看看，就说这个活从你学活时候开始怎么做。你说你要一个一个回答，你没法弄啊！你说这样这好10万粉丝，所以说呢，头一步做活啊，你不管做嘛活，你首先头一步就开料。开料呢，咱就简单的说一下。你看它这是架子料，你看这都是他们稍微弄了一下，其实都是脏的。你看这接的，这也是接的。完了之后呢，头一步你要多大料？比如说你要那么宽的料，你看啊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么个理儿。你看，完了之后啊，你比如说你要4个的，这就4个。回来之后呢，这样看啊，你看啊这就行了。应该这得拿勒子，看啊，这画条线，那就把它开开。你要了这块儿，你这块接着得甩去。所以说呢，你颠沛料也是老大。把这块料开开，就是我说的开料，就是把这拉开。这个拉开呢，咱就别拉了。说句实话，你说拍集视频，你咔咔把它拉开，说这我拉这块我也用不了5分钟。所以说呢，意思就是那么意思。画完了线，把它拉开，拉完了到嘛程度呢？拉完了就到这程度了。这我又拿块木头，这块是松木，好刮一点，给大伙看看。就是这是刮拉着的，这是拉。这是刮，就是嘛呢？你一定把这块木头这刮方了。我说的嘛叫方呢？你看了吗？咱先拿一个最好的尺。原先我使唤，我就是为了拍视频。要不嘛呢，我有个小尺啊。你看这个尺，我原来就使用这个尺行。你看，这条家看看这个照这幅，一定要跟尺不能光的，前后的倍儿方。这所以说做木匠的前提必须把这料刮方。你看这料就不方。所以说呢，我诚心弄的不方点，看啊，你仔细看看，它有缝，你看这里头，这角，所以说你一定最好是用这精工尺，这尺是最准的了。从这头搂过来到这头，这头一定要方。所以说你看这块料，其实啊，按我们做活来说，我拿眼看看这个角，一定要穿着这个角，带着这个面儿。你就看看直不直？你看这块料明显就不方，不方，所以说怎么办呢？这就等于是一个毛料，把它刮一下。你看看它怎么刮？这个东西啊，先把这么刮一下。看，刮料时候我就是拿俩刺包子，就是一定要先拿这个刮。这个包子叫二虎头，嘛叫二虎头呢？就是通吃的包子。你先刮粗活的时候都用它，看到吗？咱先刮一下看看啊，看到。我先刮的是这个片儿，不刮片儿不行啊！看看，完了之后拿它刮完，一定要拿它凿平啊！你没扎实，就是拿它凿完平。别看着这点动作，这就叫基本功，这不是一天半天的。看看，拿眼的一定要把这个线儿。这个角要穿的跟线儿才能那么直啊！这样你看它，再把这边看到它不方，这个大包子就不能刮成那么厚的花了，看到？你看看这个角，你看看，它基本来说就方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你要新手呢，你就拿尺溜一下，看到吗？这样呜这样啊。溜下没缝了，看好直了，这俩角就算完了。这俩角完了，一定要打上这样的面儿。打面呢，基准面这叫就是将来做完活，这俩角在外头。它一种架打法，还有一种架打法的。架的打法比较多，我从师傅学的就架打法。所以说定准的标准面，这就是刮拉，下边一个凿，凿眼呢。咱看看啊，凿眼儿，咱首先来说，那凿个眼儿，你看看，不是说凿一个，你比如说你准备啊，在这做个眼儿，做个眼儿呢，一定要看来，
我就是嘛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儿，看啊，这下画个线。回来之后，你比如说要一个那么宽的，在这画个线。这个转的圈一定要转准。看啊，其实我画的这个线竟是断线，因为教给那新手啊，你就得把线画规矩。你看了吗？我画完了。有点把镜头拉一下啊，你看啊，这个线的角，你仔细看看啊，必须要对着角，啊，你这个角错着牙，一个是你找你这个吃的原因，如果吃你买的特别好的吃，你就找木头，这个角必须要对好，如果要不对好，你这活没法做好，你就是神仙你也做不好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呢特别关键的一道，再有呢，你就开始就照眼了。照眼呢，你看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嘛概念呢？啊，再拿一个凿子，你比如说啊，咱比一个任何的地景看啊，在这地方照眼，就是你要的位置。这个东西不是死教条，非得把它搁中了，你反正这搁在这面，搁在这面的都有，一定要把这眼搁正了。看到你比如说，就是搁这位置。啊，你搁这位置一定嘛线都要贴这基准面，看着吗？这个东西是在这上，咱就别用勒子了，看在这上，掉过头来在这面，回来之后呢，这么再来一趟，看到这个灶多大？这那么大，看，那么大。新手你要这样画，跟我这样画，你未必画得准，所以说呢，尽量要用这种勒子，看吧？我拿勒子给你找一下，你看看。你看啊，这个东西咱画完就不要看了，一定要这样看。回来之后贴这面，回来又这样。我这是没反正，看了，这俩是正的，都贴的这一面，它这眼靠这边也不要紧，靠那边也不要紧，这就是把这个眼画出来。一定嘛事儿都用这个勒子，你看这个勒子，我这东西看了，你这样看了一道，你要把它推进去，看了。你看退一块，它又一道，看看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挺好使用的工具。回来之后呢，就是做活的程序，要打这眼儿。你看啊，我只打一个半眼儿，要不这个视频呢你拍的太长了，它就没法做了啊。我再跟你们说说下的凿子，这个眼儿，你比如说现在4个半。一定要这么样下凿子，这是我的，因为跟南边不一样，南边有的人他是这么下凿子，但是我师傅是那么教的，我就那么教大伙，看到吗？这个东西是这样点一凿子，回来之后上那一看，看到，起来把这砸出去，还有一凿子，完了之后呢，咱就凿一个半眼啊，把它凿一下就行了，凿透了也行，对不对？看到吗？这个眼儿要按正理说，这个眼儿。那肯定是用不了1分钟的啊！这新手学活啊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么个活。这个凿子一定要这样，看到吗？要垂直，这样到以后收这凿的时候一定要垂直才行了，要不你这个眼打出来它就不舒服了哈。给这么再来一凿子。啊，这样一凿子，这凿子凿完之后，一定不会往回拉，看上这一捅，这个活就算交了。反过来，咱还是凿透的吧，不凿透的，大伙儿也看不见那眼儿怎么回事。咱这边再接着凿，那面怎么做的，这面怎么做，看了？要不你看不见那眼儿里的结构，看这已经就透了。这块地界2凿子，这块地就是石头。现在这凿子压完就不能压了，看了，这凿点上去，看上回拉，这个地儿是一点不碰的。回来之后把这凿子再反过来，这么再有一凿子，这凿子搅和了，这凿子搅和看了吗？一定拿火上去顶。回来之后把这个渣倒出去，啊。
其实我跟你说，就是不到1分钟的事儿。啊，我把这里火炸。我们那干活这都不轻，有时候就直接吸进去了。你仔细看这眼儿，小不点儿？对，把它拉大，你看看。你首先啊，做这活，这个角和这个角一定要正好。这是一个，这个眼儿必须是垂直的。你把这个东西搁这里，看了吗？一定要垂直，要不这活就出问题。啊，你看照这眼儿看，这角这眼儿，你不能这个东西不能跟机器比。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啊，这个毛乎，跟罩子有关系。这个罩子把稍大的，这个罩子把稍大，就是出来之后毛乎大。有一种上下一边宽的，出来毛乎小，但是有这点毛乎，正得刮胶。刮完胶之后啊，它歇上也特别结实。你看，一定要线儿，想着看好了这线，一定对上角。我不是唠叨，做活的东西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看。所以说这个凿完了之后拉，我再跟你讲一下拉，就咱就讲那会儿怎么做东西了。你看啊，我拿我那个，再拿个尺，看行，看着啊。他们新手啊说了多少遍了，新郎我就拉不直，所以来说我教你一个拉的办法。今儿咱有嘛说嘛，看啊，这个线一定要画正，看啊，你准备在这拉了，就是交活的这条线。你看我画的线吗？你看啊，这料绝对这个在角上，这个在角上，这个又在角上，所以说线必须要画到那么准。所以说呢，净拉不准的，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，我呢说真的，教了80多个徒弟，光学员我走了得大几百。就说这个东西这怎么呢？我告诉你个怎么一个拉法，你看啊，咱这个难子也不怕，知道吗？看啊，一定要这样拉。你就学会了拉，把它拉直了，看吧，在这面，看了，在前面开，看上不牢，完了之后再反过，啊，这个你准拉正了，只能把活交，看吧，完了之后再下来，再转个圈，这一下就拉下去了。你想想啊，你琢磨琢磨，你看我拉这活。越拉呀，上里越走，拉来拉去，这活就下来了。所以说你拉这个活是比较正，你要开这榫头加开，一定要这头开完这头开。你看这活，这活说真的，你看啊，要是把它拉下来，应该就不会出任何问题。你看吧，拉完这个料一定要在自己手里头，要长的，你一定要接着它。你要不接这块料，这块料一掉，这角就没了。你看我拉这块料。好了，这就是咱正常小就是拉，你看搁，这么样再搁，你看看，这么样再搁，这它是正的。所以说你拉这活必须是要，这里有锯末，它不正。你看，你们要练基本功，你就把它拉完搁正了，这个活不用看别的，就是你这样拉，拉完就随便转，把它转完了，这块边还垂直的。你这基本功就到位。你看这微微就差一点，你看这边呢，也差不多。你看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么个活，要不你这基本功练不好。所以说呢，你那么些人问我，你说我要一个一个这样告诉我就没法告诉。所以说你看这个活，它这个锯里它有锯末，你看，把这锯末弄一下。刮拉着我都说完了，就再说嘛呢？咱再说说。这个活怎么做？这个活先做嘛木匠？你比如说你上来，你就去做罗汉床去，那你肯定你玩不完了。这个人叫我们说一玩就丢了，嘛就丢了。他玩几天他就不玩了，因为他还没学会走，他就跑，他肯定挨摔。所以说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做那活。就说把这些东西给我，对我告诉你这个活先去怎么做，对。那些对，看啊，你看啊，
我呀一会儿叫小不点插一个图片，看看我学员坐那里的凳子。你呀不能小看这种活儿，你看了吗？这种活儿嘛，这都是我教学员练的活儿。你看这哪个都不对哪个啊？我捡了几个棍儿，有的是。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眼儿，就是我刚才找那眼儿，把这榫头拉正，看到吗？你把这个拉正了，咱有一个止水的玩意儿没有吧？有，找个小止水的东西，那边有个止水的吧？直着就行。哎，这行，这行，看了？你看这种东西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别看他做的不好，哪个人都是从这破活里练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说生出人了就会做活，还没那个神仙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个榫头，这是直的，咱别管这面，你看这活，我那一堆了，这都是学员刚练手做的。你看，他又不正，他又不平，所以说呢，一点一点练出来的。你这是学会了这个榫头，听着啊，你就可以能做嘛呢？头一步你就可以做这种东西，别小看这种东西。你看这种东西，说真的，有嘛也就4个腿几个眼儿。你看这个破活，看了吗？因为我不想拿好的，把大伙糊弄了。回来之后，你看这刚学的，这个就是刚学的活。你看这7列8棒的，你看这个，对吧？这都这活。所以说，这个线，看啊，他做的不好的原因就是他满哪都不到位。所以说一定把撂瓜放，膀子一定落直。你把这个水先学会了，你就去做这个，这些东西全是止水的，是吧？这是一个，这是完了。所以说二一个来说呢，你要想做这种四体八叉的凳子，这就是我刚才拿的这种东西，看了吗？你看这个都不合套，但是它都是这样的东西，你看应该加摔斜好。所以说你一定要练斜眼儿，这个眼儿是斜的，着手是直的，下来是斜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想做这个东西，就必须把这个学会了。你如果把这个活学不会，你这个凳就做不了。四腿八叉的东西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了吗？这些东西都是这上的，这就是说，头一个你做方凳子，第二个你能把它做出来。反正我不敢说，我反正经过这大几百学员了。要说做这个能做成这样，你甭看就这呲牙咧嘴这玩意儿，也不容易。所以说你老手，你看这活看了，你要是干了多年了，你就这视频看不看就没用了。现学的，我说这东西保证有用。把撂瓜放，把线画准，这是一套。咱再说在下头，看了吗？你要想做这个凳子，这个富贵凳子，你就有好些个事儿要做了。首先来头一个，你要把船边做，你看就这活儿，你要做一个小的这个，回来之后再做腿子，这秤子，你看这秤子吗？说真的啊，你看这秤子，这是这头留这头，这两头是对齐的，他给弄成搓牙了。所以说干活啊，没有不出毛病的。你记住了，你干错了不要紧，你再把它做回来，目的就是这样。你错了再重做。你看这个，这就这秤子，你看搓着牙，这就是这个面儿。下一步能把它做好了，这个插度，好像这个望板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你看了，这个学员做的还就算挺不错的。再有呢，你就做这种东西了，你看这种东西看着没有面儿，要比那难得多。你看这都是我教学员的教过的用品的，这都是斜不拉腾的。其实这也是我徒弟做的，你看都这活啊，这都开开。所以说看着这活做完这个，你完事之后再做，你就是根据你的情绪啊，你喜欢哪类的东西啊，你就做哪类的东西就行了。这个搓，是吧？咱再说说这做这压纹水的这活，你看了吗？
在这种活啊，这种活我教给大伙一个办法，就是做这个活。如果你家做上这个不严实，你拿去把它拉下去，再做一个。我曾经教学员啊，50公分乘50公分长的，就这么长的一块木头，做来做去还剩那么长，才把这烟灰水做好。做完了不行，拉下去，再接着做。所以说你这个烟灰水做好了，这个东西就等于做成了。你看吗？这个东西看看，这就是一个活。所以说你这个你一个头做不好，你要把这些结合在一起，那你就更别想了。手工这种东西，你看这都是手工做的，所以说你必须一定要踏实做这种东西。你看这都是做这个甩的，这都是做的不好的，你看这。所以说这个到这程度呢，你要做到这种程度，应该你就可以做一个高档一点的。所以说你看这种程度的，你看这就是一个康多的腿儿。我再把康多给拿过来，对，做这个活之前，这个面儿你已经学会了。做这个活之前，一定要先做一个架子腿子，就是包这角的腿子。你做会了这个腿子，再做桌子，要不你把木就把糟践了。所以说这东西看看，就是这种活啊，就这么活看。对吧？一定要按着步骤走。如果你上来你先做这个活，那就要命。所以说你这个拿走，这个就是这个康多对。回来之后呢，你拿着那小件儿，你看看啊，我再说说这种小件儿，你看怎么做法。对，你看了吗？你看这种东西，这是我徒弟做的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东西做的一个就20多天，哪个地界都是榫卯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就别猜它了，这个东西都是活猜的。你想想，你做成跟我刚才拿的灯赛都跟松骨当似的，你能做出这活来？所以说，你看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，这都是小将军案子，别看小，越小越难做。你要是大了，你做个说1尺2尺的倒好做。你看这小活，一块木头抠出来的，这是一块木头，不是说你这攒一块那攒一块。所以说，你看这小八仙做的，啊，再有你会做我刚才的烟灰水，就会做这盒了。你看这小盒做的，这里头还搁着东西，我就连起来，你看老挺头了，你看，对吧？这种活会做了，这种活你就会做了。这种活呢，它是一模一样，俩盖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这小活，这都是硬开的东西。所以说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做活的东西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向前走。不喜欢就是去擦一下子，上来之后，那就做定向柜，那你就甭想。看这盒吗？看这烟洞，你看这里头这小凳子，看这都是我刚从徒弟跟前拿过来的，我都不知道这里有吗。所以说，我就劝劝大家嘛意思呢，就说现学活的人，你一定要踏实住了，一定要稳稳当当的、踏踏实实去做活，你不能心浮气躁的。你要心浮气躁的，没有一个能学成好木匠。所以说呢，这集呢，我主要是应大伙的要求，就说你怎么教给大伙？所以说把刮料啊这些东西都教一遍。咱下集拍嘛呢？下集拍咱怎么做家具这种东西？你看这都是桌子和小凳子，下回咱来几个大的，这么椅子、桌子啊，大个的东西，咱把摄像机拍在这头，咱告诉你这活能不能做。所以说，反正现在呀，我跟你讲，学个木匠一定要踏实，这第一个。二一个自己算好了自己，就是我说的有点多啊。你头一开始你就学，你得算好你自己是不是这块料，悟性好坏。二一个来说，咱要说我们天津话，你想学这行，你也得有俩臭钱。你想想啊，你学好了，
你还得要买工具，你还得要买木头，完了之后你还得有一块大小的地基去干活。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好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好不好？这一集就这样。如果哪块大伙要是如果再不明白，再问我，我攒在一块儿的回答。说真的，你要叫我一个条一个条回答，好些开小窗问我的，我真回答不了。在这我说声对不起，没有办法。我一个微信里是5000，一个微信2000多，这就是7000多人。我还有几十万的粉丝，我带有那么些客户群，还有那些微信群，我真回答不了。真的，在这跟大伙说对不起。我凑一块儿，我拍一个，叫大伙说，就跟这似的，问问新郎这活怎么做，我就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这集就这样，大伙拜拜。